三郎啊，有些话想说与你知道。怀小六的时候，同你父亲之间有误会，还一直未能说清楚，因为心里憋闷，再加上怀孕时身体不适，那段日子啊，我好似病了一般。我厌烦你父亲，厌烦我自己，更厌烦小六。其实小六只是因为一场简简单单的风寒而丧命，他没有挺过那个冬天。因为接受不了，他不可抑制地去想，倘若自己再爱小六一点，倘若自己没有厌烦小六，小六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小六夭折，是不是就是要惩罚他这种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？因为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，他便想，如果不是因为宁安侯和柳氏不清不楚，他不会变成这样，小六也不会死。他恨宁安侯，他更恨自己。好在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终于和自己和解了。看见元娘，我就想起自己怀小六的时候，我呀，怕她和我一样。听着侯夫人断断续续的啜泣声，谢之让终于知道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往事。他开始害怕，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让江蜜伤心，更害怕因为生产一事他有什么意外。这份紧张不安在见到弄熙之时尽数爆发。我生气了。快30的人了，竟还和他闹脾气，活像个小孩似的。干嘛？你别生气了嘛，又不是我想故意找个人来给咱们俩添堵，那不是皇后的旨意，我推脱不了嘛。再说了，我敢把他领到家里来，也不藏着掖着，就是相信你呀。你和他说谢家有祖训，不能纳谢，再不行你让我去找他闹，他难道还能把人硬栽进来不成？那我……哎呀，你是不是有了孩子就不在意我了？是不是就想把我推出去，懒得理我了？谢子夜，你脑子被门夹了，有毛病啊！你是不是欠打呀？我错了吗？乖乖，我把他领回来是因为七殿下的臣属夫人们都在那里，若独独我一个人没有把人领回来，他们却占了这样一个烫手山芋，那些夫人的心里该怎么想？而且这件事情皇后的目的本就是在我们身上，他们只是陪绑。若这些夫人在家中日积月累的同男人们说些什么，七殿下这里就该人心不齐了。你辅佐七殿下已经很辛苦了，若再因为这样的小事而让你和那些人家产生局龉，那你之前的心血岂不是付诸东流？我心疼你呀，夫君。阿米，我知道错了，方才我不该和你乱发脾气的，我就是有一点害怕。那你过来抱抱我呀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孩子也不会有事的。晚风捉住嘴上，花开昨夜，晕染命运香。大云疏寻深陷下，翻落水家。风吹帘动窗棂，外面星火不疑惑袈裟。云游四月八花，舍弃了轮回。叹天涯，看着花，往事来放不下。莫怪仙人独化凡人的感化。叹月，
谈情茶，须臾比别于那。何为人间，是与非，真与假？清醒，我清醒，乖乖看手势。冷风浊酒醉生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香。他愿手心纤纤，下凡了谁家？风吹帘动窗棂，外面星过不萤火袈裟。明月自月八花，舍弃了荣华。谈林别样，谈着花，我心来放不下。莫怪世人多话纷扰的大话。谈人谈缘谈情茶，写于笔别于那。何为人间，是与非，真与假？府医请平安脉，忽然把脉把了很长时间。少夫人可是有什么不好？一切都好，应当要恭喜世子和少夫人。少夫人腹中怀的乃是双胎，母子三人，俱是康健呐。双胎？寻常妇人怀一个孩子便要吃尽苦头，她这般一次怀了2个，可会有什么意外？双胎之下确实会大大增加生产时的风险。老夫是军医出身，医术自诩还不错，但少夫人如今身怀双胎，老夫不敢自大，还请世子另寻高明，替少夫人安胎。那你可有推荐人选？呼延父，呼延神医，但此人不喜规矩束缚，最爱游山玩水，也不知世子能否找到他。呼延父，此时莫说是有名有姓的凡人，便是说出个神仙菩萨的名来，谢之让也要想办法将人给找来。可有男子服的避子汤或绝字药？世子您……非是老夫说些扫兴的话，只是万事万物皆赌不过一个意外，万一少夫人……那世子您这般岂不是真断了后路？抓药吧，我意已决，切莫让少夫人知道。谁能想到啊，这看起来最是没有心的人，竟能用情至此啊！只希望少夫人一切顺利吧，不然他不敢想象谢之让会变成怎样一个疯子。不过是怀了双胎罢了，以为自己是王母娘娘不成？路上迎面遇见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转身就走。冤枉啊！大人，这里不是啊！都不用谢之让亲自出手，参观完那9981酷刑，他便自己吓尿了。谢三，
你让三叔三婶跪你也不怕折寿？你们俩干的蠢事儿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懒得跟你们算。我在这个家里看到你们两个我就烦，你们做叔叔婶婶的总要疼疼我这个侄子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滚吧！父母在，不分家，你怎么敢如此忤逆不孝？不是我要分家，是你们两个自愿从谢家脱离。你休想！三叔三婶若实在不想分家，那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让三叔辞官，你俩回老家守墓去吧。那边我来帮你们选。魏明，去顺天府备案，索要分家文书。至于行刑一事，那便交由锦衣卫代为执行。我们回老家。那这辞官的奏折可需要侄儿代劳？不劳烦你。每天跟个死人一样瘫在书房里，我当初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收拾东西，管理院子，不都是你个女人该做的事情吗？如此不贤，我留你何用？倒不如一纸休书，让你滚回娘家去。谢瑞，你敢休我？我给你生了2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你爹死的时候，我是守过孝的。我看你是先休了我，还是你先被唾沫星子给淹死？吵什么吵什么？世子说了，若今日午时你们还未离开，就休怪我们兄弟几个手粗脚粗，砸了老爷夫人的东西。催命啊催！这些东西本是宫中拨给各房的，真要算起来也是家里共同的财产，只是侯夫人懒得去和他们掰扯，她嫌晦气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谁家侄儿侄媳生生把叔叔婶婶赶出家门了。三婶娘说笑了，什么赶不赶的，是祖父托梦来说想三叔了。三叔三婶最是孝顺，可不就是要回老家侍奉祖父吗？侄媳妇如今身子重，便不去亲送三叔三婶了。晚下你带我送送三叔三婶吧，这便是驱逐令了。你别得意，谢淼那是个蠢的，不来和你肚子里的争。我听说你怀了双胎，咱们谢家老祖宗就是双胎。可是你瞧瞧，不过几代过去，兄弟俩的血脉闹得决裂了。你怀的是3郎的种，能不像3郎？那就是个狼崽子，没心肝儿的。我且看着你生2个狼崽子下来，家里还有没有安宁？让人去把他们车上的东西给砸了。此事自然是要被某些有心人利用一二的。谢指挥使，你那三叔分明正值壮年，如何就能辞官回老家？若非受你逼迫，他正该忠君体国，为百姓效力才是。赵大人，下了朝跟我回家领点钱，给家里换个好点的厨娘吧。什么？你家厨娘是菜里放了太多盐，让你闲得慌，才3天2头盯着那么点破烂事儿。你为一己之私欺压其他官员，他还是你的三叔，如此不忠不孝，难道我弹劾错了吗？哼，我祖父托梦告诉我，还想他小儿子了。怎的，你还有意见不成？或是你甘愿跪下认我做爹，代替你三爷爷回家孝顺你曾祖父啊？恕此而敢！宫廷之内大声吵嚷，如此不守规矩，赵大人便去诏狱，好好学一学宫规吧。怕得要死，还非要上赶着找死，一群脑子被门夹了的蠢货。大人，胡言神医好像找到了。好像找到了。带到医署去。是，大人。你当真是胡言神医？我不是，你是。哼，竟是他。你如何证明你就是胡言妇？不知道谁是胡言神医，找我来干什么？有病啊！是你啊！上次还是半仙，这次就成神医了？这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嘛。那这要不是你
小老头，我还是……我说过，别让我在京城再看见你。说你不能证明你是呼延父，我不会手软第二次。是你少年把我抓回来的，可不是我自己回京城的。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这小老头虽咋呼，本事倒是真的有。他和溥仪在医术斗法斗了2天，而后溥仪确认他就是呼延父。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谢之让叫他把头发给染黑了。呼延父虽然不乐意，但还是小声嘀咕着照办。夫君，你回来啦！你今日带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哼，小馋猫，你这鼻子还真灵。前2日你不是说那芥辣瓜好吃吗？今日我又去给你买了点儿。溥仪是军医出身，术业有专攻，我便请了新的大夫，也能稳妥些。今日就让他来给你瞧瞧。好的呀。他叫呼延父。呼延大夫。神医。呼延神医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老夫开2句汤药，略略调理一二便可。夫人尽可以放宽心。多谢呼延神医。你竟是个克夫命！你胡说什么？干什么？实话还不让人说了。他要真能把你克死，我非得去外面点3把爆竹庆贺庆贺。老天终于把你这妖孽给收了。呼延神医，这是何意？你命里带富贵，若所嫁之人福薄命轻，自然压不住，可不就得死啊？偏偏你嫁了这么一个煞神。泄露天机是要还的，给钱。这些可够？够了。哎呀呀，200两啊！这得是多少碗酒，多少碗饭，多少块肉啊！老夫官夫人乃大富大贵之命，方才所说的克夫，实乃是因为寻常人等压不住这泼天富贵，自然是要横遭意外。但是夫人所嫁之人命硬，极其硬，硬如茅坑里的臭石头。总之就是能拖得住夫人的命格。夫人和世子乃是天作之合，命中一对儿。赏！呼延父来了这么久，就这句话让谢之让最舒心。我说了没问题，你烦不烦呐？我只是想多确认2次，那次真的无事。以后若他身体有碍，你别当着他的面说，私下和我说便好，拜托神医。几年前我和你说，你命中还有一劫没有度过，你妻子亦然。方才我瞧她怀着孕，便没告诉她。既然你这么在意她，我便提醒一二。神医可能告知是何劫呢？不可说。青天白日，谢之让却如坠地狱。那日之后，谢之让待江密更加妥帖仔细，还加强了他身边的防护，严格命令玉金、绛珍等会手脚的丫鬟必须有2个时刻守在江密身旁。只是这一切他都瞒着江密，唯恐江密知道后会胡思乱想，有个什么不好。你们2个要体恤娘亲，不能在娘亲肚子里闹腾。你们俩待在一个小房子里，也不要吵吵闹闹。你这我讲的，要相互谦让，相互友爱，知道吗？你们想要什么，爹爹和娘亲会尽力给你们的。乖一点，听见没有？你别怕，只要咱们不偏心，他俩肯定能好好的。若只是江密的孩子，他自然相信生下来就是好的，可若是他的种，他就不确定了。若孩子没挑着江密好的长，竟学了他，江密岂非要被这2只小白眼狼给气死？夫君，你怎么能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我呢？你看你对母亲、对大哥、对家里的侄儿侄女都是好的呀，都是一样从娘亲肚子里生出来的，难道谁就是生来就没有心的吗？咱们生小孩不为别的，我也没想着他们能光宗耀祖，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他们是上天给咱们的恩赐，我们爱他们，他们自然就会爱我们，爱兄弟姐妹的。那我希望是2个女儿，最好长得都像你一样。女儿乖巧些，不会气你，
也能更体贴你。等他们长大了，我也不叫他们嫁人，就留在身边招赘，谁也不能欺负了他们，你说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，阿蜜？好好好，都听你的，以后招2个女婿。云外青山袅袅，睡吧。舟儿轻轻摇，春熙蒲草在心头挠啊挠。七皇子终于从江南赈灾回来，流民一事，七皇子处理得极为妥当，朝堂上下夸赞一片。只是太子不痛快，皇帝也很不痛快，前者是嫉妒，后者则是身体不适。皇帝不信太医，每当身体有哪里不好，便让人去请禅溪真人。禅溪真人有时开点药丸，有时让他闭关，有时又会炼丹。10次里有8、9次能解决问题，故而皇帝愈发依赖禅溪真人。而皇帝整日沉迷炼丹修道，夜夜贪欢美色，于朝堂政务上便更没有什么心思。先前他将大权交给谢之让，谢之让一等他闭关结束，就像甩烂摊子似的将权力甩回去，这让皇帝更加信任谢之让。贵妃娘娘，内子如今怀有身孕，臣先带内子回家了。大人，孟昭仪有请。他本不欲搭理，只是想到那日呼延父说的话，心思一转，还是去了。谢大人。谢之让在想，把孟昭仪杀了，再培养一个宠妃的难度有多大？什么事？说。我每日在这深宫之中，简直要无聊死了。那老皇帝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你替我找个侍卫解解馋呀。若侍卫不行，你给我找个太监也行啊。他是真馋了，若不然他也不能拿太监委屈自己，而他进宫以来也确实配合。我会让人找个侍卫来，只悠着点，若是孩子掉了或是被人发现了，我没工夫给你兜烂摊子。谢大人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谢之让给他送来的小侍卫会是什么样的？乖巧羞涩的小狗狗，沉默寡言的大犬狼，还是……哎呀，忘记和他说要个俊俏些的了。江蜜怀孕4个多月了，但孩子胎动并不太明显。最近少夫人可有什么不适啊？还和之前一样，总犯困，其他便没有了。是他出什么事了吗？老夫同你实话实说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说吧。少夫人中毒了，和你中了一样的毒。
为何会中毒？这毒在你体内多年，早已侵入了你的五脏六腑。它腹中胎儿是你的骨肉，自然带了一部分毒性。随着母体孕育胎儿的时间增长，胎儿体内的毒缓缓侵入母体，故而少夫人越来越嗜睡，腹中胎儿的胎动也很少。谢之让想了许久，江密的结到底是谁引起的？他想了皇帝，想了太子，想了陈贵妃，甚至想了会不会是因为难产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他，是因为他。当初为什么一听江密不易怀孕便不吃避子药？为什么要让她怀孕？为什么？皇帝，我有解药，但是只有一份，说他服下，他可能平安无事，孩子可能健康无虞。他们毕竟是母子三人，需要我以针法引导解药在体内运转，反复3次便可彻底解毒。幻星草即将种成，届时请神医全力医治内子，我感激不尽。老夫如今既看到了病患，自当尽心竭力医治才是。请神医不必瞒着内子。云烟吹不散千山，此愿万年间未变。到今已化为一念，往事过眼，转身释然。几日前，指挥使大人忽而招了他们几个进行密谈，说是要在他们之间挑一位进宫伺候孟昭仪，条件是能拿到一定的银钱补偿。他在锦衣卫虽是个校尉，但家中有一母亲常卧病榻，他实在囊中羞涩，为了凑够要钱，他便主动讨要了这不要脸的差事。你是谢大人送来的，叫什么？标下马南巡，请昭仪娘娘安。那我叫你小马儿，可好？娘娘高兴便好。收着你之前，我可是要验货的，要是不好用的话，我就把你退回去。娘娘，标下会努力学的。马侍卫先前没有切实通房，也没有去过青楼楚馆。这人看起来得有26、7了吧，居然是个厨。你干什么？标下会好好学的，还请娘娘莫要赶我走。那什么，上床？飞来了人间酒，扬起千帆忧愁，幸福人多难留。易碎的往北走，叹落一生温柔，忘了我要的孤舟。流水东流，愁不留，斗转星移不似水。小马儿，你悟性挺高的呀，孺子可教。就这般，马南巡在孟元双身边留了下来。花开花谢人消瘦，四季辗转思不休。怎么了呀，夫君？你说给我听听，也许心里就不憋闷了呢。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可不敢说给你听。万一他俩不乐意听，那你怎么办？他俩喜欢听爹爹说话呢。再说了，我哄你，管他们俩愿不愿意呢。你才是我最重要的宝贝呀。你这嘴怎么那么甜呢？乖乖，皇帝总是迟疑摇摆，最近他身子不好，有些想把七皇子踢开，给太子让路的意思。但是太子太蠢，他又想立七皇子。哄鬼容易，哄人难，他那个人一天天可难伺候，我心里烦他罢了，是不是很无聊？和你有关的事情都不无聊。蝎子叶，怎么了，阿蜜？长纹了，太丑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长纹了也没事，一点都不丑，真的不哭了啊，好不好？只要是你身上的，在我心里
都是最好的，你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的，对不起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似是在为这条疤道歉，也似是为别的。你不用道歉的，这是你的小孩，可也是我的呀。你不需要道歉，我就是想和你撒个娇，想听你哄我嘛，没有怪你的意思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哄你啊？我想你睡觉前和我说我好爱好爱你呀。好。那要说3天。好。每天还要说3遍。好，都依你。乖乖，要不要？往事如火随风散，恍然一路漫山。回首满目山河皆遗憾，好梦不长缘已散，饮苦酒祝清欢。一山如漫，孤舟难靠岸。或尽人间初相见，奈何青山不久远。韶华难留，故人心已变。我问今夕是何年？岁月如刀推红颜。时过境迁，再难续前缘。我问今夕是何年？岁月如刀推红颜。时过境迁，再难续前缘。江密身为谢之让的枕边人，怎会不知他的异常？能让他这般悲痛欲绝的，只可能和他有关。那你不准笑。好，我不笑。那快喝。太苦了。让让哥哥，能不能再哄哄我呀？说吧，又想我怎么哄你啊？你就喝茶，假装喝药陪陪我。你几岁啊你？阿密。好在谢之让对他并不设防，整个军警轩都完全在江密掌控之中，谢之让被他瞒得死死的。子夜，我也好爱你呀。呼延神医，趁着世子昏睡，开始吧。你二人这是何必呀？世子会昏睡3日，
这段时间给我守好院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魏明，北镇抚司还有赵玉的事情，由你和屈大人暂时负责，切莫让小人钻了空子。福东，我不在，这院子你要替我看好了。这是世子的令牌，你拿好，必要时刻你可以用它差遣府上任何人。倘若有人胆敢不从，杀无赦。切记，不许让任何人靠近世子身旁。是，奴婢定然不会辜负少夫人所托，一定看顾好世子。福东从小跟江蜜一起长大，吃过苦也享过福。他是江蜜除了谢之让以外，在这世上最信任的人。可否归来举杯尽欢颜？公公，谢之让昏睡，江蜜要亲自去皇宫向皇帝求药，他要让皇帝以为谢之让是病发而不是痊愈，如此才能保他安全无虞。倘若此等紧要关头引起皇帝猜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举等于是让他放弃2个孩子的性命。他可以毫不犹豫为了谢之让牺牲自己，可他舍不得孩子。但他和谢之让相知相爱7年，早已将彼此刻入心扉，印入骨髓。比起尚未成形的孩子，他更舍不得谢之让。我儿，娘对不起你们，可我真的无法眼睁睁看着你们爹爹去死，阿娘下去陪你们，阿娘陪你们。愿你时光能还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2人永相伴，不悲却有欢，愿你情谁也不知道江蜜这一去竟不知所烦恼都短暂，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，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君心无遗憾，万事皆圆满。陛下，臣服求您救救外子吧。谢卿怎么了？外子他突然昏迷了，他待您一片赤诚，忠心不二，您就看在他这么多年恪尽职守、兢兢业业的份上，给他解药吧，陛下。子夜是怎么和你说的？夫君说是他们以前做错了事，辜负了陛下的一片信任，所以他才主动服毒，想向陛下承认错误，想求您原谅他。臣妇是真的没法子了，才来求您的。这么多孩子里面，谢之让是让他最满意的一个，因为他足够听话，却不会将他当作君父那般敬着捧着。多谢陛下。皇帝难得不想炼丹，只盼望谢之让是个命硬的，能多活久一点。这把刀他用顺手了，还真有些舍不得换别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本宫那3堂嫂吗？这着急忙慌的，赶着奔丧呢。本宫不和你这等小门小户出身的人一般计较。母后听说你进宫来求医问药，想着你到底是本宫的娘家人，便派本宫来给你送些补品。臣妇多谢皇后娘娘的赏赐，但如今外子昏迷不醒，臣妇归心似箭，故而今日不能前去谢礼。想来皇后娘娘宽宏大量，一定能体谅臣妇的这番心思。母后早就让本宫告诉你，只管回家去，不用去她那里跑一趟。
谢文珠太知道太子心中怎么想的了，便是现在他得不到江蜜，等日后太子当了皇帝，他总归是要下手的，倒不如他现在提出来，卖太子一个好。殿下，臣妾可以帮您得偿所愿。你既然这般在意本宫，怎么还愿意让本宫得偿所愿？臣妾心悦殿下，自然是想殿下开心的呀。如今那谢之让昏睡不醒，正是好时机。只是这宫里不仅有咱们的人，也有谢家的人。臣妾想着，还是要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将他转送到京郊的庄子上，而后殿下等风头过了，再去庄子里找他。等事后，您可以放了他，也可以将他继续关在身边，左右他失了清白，再没有脸回谢家去。而谢之让待殿下日后夺得大宝，还不是您想如何就如何，他呀便只能跪在殿下脚边求饶呢。太子还当自己是贵夫人呢，有的吃便不错了。谢文珠让你们来折辱我，可有告诉你们我是谁？我夫君是锦衣卫指挥使，锦衣卫手眼通天，你们以为他找到这里需要多少时日？我腹中这2个是宁安侯府的4子，说他们有个什么闪失，便是太子都保不住你们，还指望谢文珠？大泥菩萨过江，你们且看他还有没有心思管你2人死活。我有些肚子疼，去给我抓一帖安胎药。你过得这般滋润，若叫侧妃娘娘知道了，谁都没好日子过。阳奉阴违的事情还要我教你吗？江蜜和2位嬷嬷井水不犯河水，倒是相安无事过了2日。江蜜借口溜达散步，在庄子中逛了个遍。那俩嬷嬷虽烦他事儿多，但念着谢之绕那煞神的名号，也就臭着一张脸随他去了，只不允许他出庄子，其余懒得管他。醒了，你都不惊讶，看来你早就知道是我了。你可真聪明。臣妇以为人妇，您不能这样，殿下。不能怎么样呢？我很早就想这样了。你和谢之让在床上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是不是喜欢亲你？这儿，还是这儿？殿下，臣妇肚子疼，您饶了臣妇吧。本宫深更半夜的跑过来，正是特意来看你的不成？你这身嫩皮子，本宫倒是爱不释手呢。您饶了我今日可好？我真的腹痛，我可以用别的帮您。这簪子是谢之让准备的，江蜜的妆帘中多是金银器和玉石制品。金簪银簪软，谢之让唯恐一击不得手，反而害了江蜜，便特意请老师傅打了几只铜簪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快些，再磨蹭，我现在便要了你的身子。
这些日子，他借口散步，将整个庄子都逛了一遍。这庄子应该是谢文珠的，但谢文珠当初嫁入东宫，谢之让把他身边伺候的人扣留太半，让他带去的除了贴身丫鬟，便全是新采买的下人。这新的守卫道行浅，江密得过谢之让教导，自然很快摸清楚情况，找到了那漏洞之处。他为了提防太子，早早就做好准备。江密终于等到这一刻，他摸着夜色，趁乱逃出了庄子。就凭着你看眼角星月如钩，真身停半山腰，借相思几口。秋风乍起，吹乱一曲舟，恍若你脚步声响在酒楼。燕子会是几处，可曾到渡头？墨迹千行难写离愁半头。您怎么出来了？我有些饿了，请问有什么吃的吗？您喝点水吧，我娘子出去买东西了，马上就回来了，等她回来就有吃的了。多谢。自她怀孕过后，只要谢之让在身边，都是她给自己穿脱鞋袜，何曾有时候叫她一个人做这些事？也不知道她醒了没有，好想她呀。福东姐姐，少夫人还没回来吗？福东心中担忧，但此刻世子昏睡，少夫人失踪，他须得撑住才是。若他慌了，君景轩便真的乱了。倘若因此世子有什么差池，他怎么对得起少夫人？别担心，我已经告诉侯爷和夫人了，侯爷派了许多人去找少夫人，少夫人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们说少夫人失踪了？